可能也真的是神的。当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是会占据空间的。有的时候它所占据的空间，如果你想一下你花了多少钱买这个房子或者租这个房子，你会发现东西所占据的空间恐怕比这个东西还昂贵得多。所以屋子里面到底是怎么分配空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结了婚的夫妇到底是丈夫来负责分配空间还是妻子？在我讲完这些话之后呢，许熙娣要告诉我们非常难的一个答案，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样的节目吗？我在这边告诉你们正确答案，你们看的是《花花万物》。那请问主持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吗？你提醒我一下。许熙娣。好，本节目由阿里巴巴旗下让贤长这件事情，你跟你先生结婚的时候有商量过吗？因为当时买这个房子，然后装潢全部都是我老公一手包办的，因为那时候我在那个坐月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希望我的家是温馨的，木头多一点，然后就是一进去就觉得温暖感。我在你家没看到木头啊，没有木头啊。就是在我怀孕期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baby， 如果你要设计的话，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间我个人的，我可以在里面弹琴啊、创作啊，做你自己的事。可是等到进去看之后，就发现没有这个房间。对，然后晚上立刻打电话给大 S， 大哭一场，是真的。能跟大 S 就是你知道，好好的聊一聊。好，我们今天邀请一对明星夫妻，欢迎他们进场。欢迎，谢谢，欢迎，欢迎两位，你好，高兴见到你们。你好，海龙哥，你好，你好 ，Hello，两位请坐。好，见到嘉妮的时候，我其实有点 TS 紧张，就是我真的很少看到脸这么小的女明星。你每一个女明星来都讲一样的话哎。没有，有的女明星要是郑爽来你也讲，林允来你也讲，谁都讲啊。所以大家现在脸都这么小啊？只有你脸最大。你有被他威胁到吗？没有，因为我很喜欢看他的戏，所以我觉得他就算就饶了他是吗？就算他脸比我小或是 whatever， 就是我觉得他很漂亮，她很漂亮，而且他扮古装那个是我无法驾驭的一种戏路，就是我扮古装的话，就是会很像仆人或丫鬟。可是他扮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就是贵气在，所以你很赞赏他哎。谢谢，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男生看到他就一定要娶她这种心情。就是我觉得一见钟情是很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可是那个一见钟情好像不是本人的一见钟情，是透过电视的一见钟情吧？所以你是看到他哪一个作品爱上他？一帘幽梦。哦，一帘。不是那个没有爱上他，就是知道这个女孩很漂亮。你有立刻去查她的资料吗？后来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知道我朋友认识她之后就查了。所以你朋友是人脉非常广的厉害角色，是不是？就是正好也是他朋友，我是看见我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我跟他的照片，我跟我女朋友的照片。对，我说你还认识他呢，然后他说啊，好熟。所以你就立刻私讯那个女生说，可不可以安排我们俩见面，是不是？对。然后我女朋友说什么？这个很重要。他女朋友说她有男朋友。啊？那个女生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对。当时真的有吗？当时真的有。对，我那个时候有男朋友。那我们就来聊当时那个男朋友。那我上个厕所，你们说你不用，你一起听啊，没关系。我不想听。不是当时那个男朋友交往的。救命啊！你自己聊的。你坐下来不到3分钟就喊救命，太快了吧？那怎么办？我开始紧张了。啊，是真聊吗？真聊，我真上厕所。所以结婚的时候房子有2个人有商量说我要一间
房间是属于我的？哎呀，我们俩那会儿，就现在我们俩住的这个房子，这个家，以前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说想有小孩儿，有什么，就是买来可能觉得我们俩结婚以后的婚房。我们重新装的时候是装成2室1厅，以为就是2个人用就好。对，然后等我们装完以后就有孩子了，所以后来发现其实根本不够用。所以有小孩这件事情不是计划中的进度。所以是你们一结婚就立刻有了小孩？结婚后的我们先领的证，然后婚后的半年。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破坏你们两个可以在更长的独处时间？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因为在一起已经三年多了，够了。竟然说够？不是，就是恋爱的过程已经差不多了。对，我们可以计划下一步了，就正好也是最好的时候。就是说2个人在独处，你也觉得腻了？啊，不是，天哪，不是。所以你们2个人今天来呢，去拍了你们的家，然后你们夫妇听说也又多带了一些你们希望对方可以丢掉的东西来现场。所以夫妇的2位是不知道对方把自己什么东西给拎来了，是吗？我们自己有带一部分是我们觉得可以舍弃的，但是他带的那一部分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我带的那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我也不确定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是他真的为什么，我不太懂那个东西。所以就是家里头会出现一个双方不理解为什么对方要买这个东西。对，要买这么多的这些东西，我不太懂啊。对，那忍受这么久，就直到现在才有机会表达说为什么家里会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次知道要来上这个节目就还挺开心的，有认真的在家里面做功课这件事情，就想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要舍弃的，或者我自己有什么东西应该做减法的，其实有在脑子里面想一想这件事情。今天会是第一次看自己拍自己的家是吗？对。好，我们来看第一支影片。欢迎来我家，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是路飞佳妮做生日就送的。等人高的，天哪！等人高的路飞耶！看没有，观众朋友们看到没有？有没有很不搭？有没有很不搭？就他把这柜子搬回来的时候，我都崩溃了。我为什么要买一个中式柜？但是实用性还是很高的。布置呢是他来布置，这是一个我们家的全家福啊，就是我们4口，一家4口。然后这个是我2儿子的头发做的一个这个画，这是他买的。我就说这个特别不值，你要我每次路过都咔补脖，要不就戳眼睛，那就戳眼睛锁脖。下面咱们去一个神圣的地方，这堆是他的鞋，好多是我给买的。那我给买的他一般都不穿，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我买的从来不穿，为什么？因为他矮，你知道吗？他矮，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有跟儿，他不爱穿那个没跟儿的。就这些鞋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你看这个，他什么时候穿呀？这啥东西啊？这是那会儿特火的那个带翅膀那个，已经都弯了。你看这个，别当然可能他想弄死我吧？这个东西，楼房好像。他买的时候我当时也在场，他买的时候我一直是拒绝的，后来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失败了。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洗手间。好，这个就是我的地盘，这个是他的地盘，这个是分界线，基本上他的东西就跑这边来了。我就不太理解是的化妆品，这是他的化妆品，这是口红。哇塞，就之前网上不是有那个男的用女的口红，好看。我很想那么做，但是我可能怕死。可是我觉得口红都是1天算了，为啥？我天哪，这中毒了！你看这个，这俩到底有啥区别呢？你看这个，好像是不一样，好像是有点不一样。如果有一天他丢了几个口红，他都不会知道。我觉得，各位朋友们，这看似像是一个汗蒸房，但其实不是。
它早已变成了仓库。自从去年开始，这里就无限的堆积了好多东西，变成了他的仓库，我再也没有汗蒸过。咦，完了完了，买超，你老婆进来了啦！快说点好话吧。这个东西真是超级好看。貌似汗蒸房的仓库，我觉得特别好。他把这儿又变成汗蒸房，又变成仓库，完美，简直是完美。就是想汗蒸的时候，你就把东西抬出去，我们就可以汗蒸了。过程虽然操劳一点，但是呢，合理用。但是确实我们在家里也可能一年就汗蒸个1-2次，都比较新，所以还不如把它当仓库。我说完了，这是我亲近节约的老婆，我走了。你去哪儿？不说完了吗？其实我的化妆片还好，你有没有拍到这个？你快看，你看看，这个还有这个，这都是他的袜子几箱啊，都是袜子，你看到了没有呀？我只能牺牲我现在的汗蒸房了。到底汗蒸房是谁的最爱啊？家里面有汗蒸房，到底是谁说要盖那个汗蒸房的？你真的想蒸是吗？你真的觉得很重要，喜欢出汗，但又不想运动。那你既然那么爱那个汗蒸房，干嘛把它变成仓库啊？因为后来我有了那个泡脚桶啊。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先生会念你吗？说怎么又买？他不会念我，因为他买东西我也不念他呀。就是太太都看着你讲话，然后先生对着我做手势，所以你只管付钱。都是我自己付钱，他又没有付钱。化妆品都是我有一个专门的人在那个香港啊，就是呢，他很会，就是推荐化妆品，他也用很多的化妆品。男的女的？女生。哦。怎么样？你这如果是男生，你会怎么样？随便问问。就算是男生，如果是化妆品专家，你也不用担心。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可是我刚才看汗蒸房里面有好多个纸袋是根本没拆开哎。没有，全是新的。对，新的。里面全是新的东西。所以买来了没空拆是吗？还没有来得及用，就太多了。所以应该里面有些东西已经过了吧？过期了。所以你有反省自己这样的行为吗？有。OK， 你太太特别多口红吗？我觉得看起来还没有很多哎。是吗？我感觉挺多的了。他讲的男生那个态度就是这都同一个颜色啊。对，不一样。我看他平时抹都是一个颜色，有的是橘色，有的是暗红，有的是雾红，有的是亮红，有的是枣色，有的是桃红什么的。可是你常常不理解他的高跟鞋吗？我不理解。对，张嘉倪他买给你的那些球鞋你不穿啊？我不懂，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买那球，我谁要穿这个鞋这么平？可是你为什么要帮女生买东西呢？她衣物应该她自己买啊。我出去买东西，我觉得不给她带回来点什么有点愧疚感。他挺喜欢给我买东西的。那不是很感人吗？对啊，就很爱他。他有买对东西给你过吗？有。什么？就他的那个心意我特别喜欢。就我问你买对什么东西，你讲心意。也有，比如说项链呐。你有戴？有，我的项链都他买的。是真的有质感的，好看的，好看的，有质感的。啊，海超，你给我看一下，你有没有戴结婚戒指？没有，今天出来，我怕到时候露品牌不太好。结婚戒指是我让他买的。他本来不想买啊。本来我们俩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有一次出国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真的不行。他说怎么了？就是你知道外国男生都很喜欢表白这件事情。你被搭讪吗？对，然后我就后来就聊，就我已经无法拒绝那个男生，你知道吗？怎么无法拒绝？我他又弄下来。就是我已经跟他说，我说我有孩子，我有2个小孩，然后他说他不相信，然后他说没有关系，我愿意。他
说我愿意。请问是哪一国？法国。所以那个不在意你有小孩的那位法国人帅吗？帅，挺帅的。哎，你怎么知道帅？他跟我说了，第二天我就买戒指去了。所以你自己出去的时候会戴戒指吗？戴呀。那请问一下，你出国有被搭讪过吗？出国没有？在国内有吗？国内有。国内你有被搭讪过？有啊，要微信啊。那你给了吗？没有啊，在机场啊。漂亮吗？不记得，肯定一般。你被搭讪这件事，你有跟你老婆说吗？啊？你跟我说吗？我知道，那次我跟你说了，在长沙啊，那是那个是粉丝吧？不是，是粉丝？不是同一架飞机的，他不知道我是谁。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你是谁？因为他们在飞机上好好聊过啦，他们就聊过。你们俩坐在一起是不是？不是，下飞机取行李的时候才知道。啊，是吗？换一话题吧，我没有被搭讪过。那你怎么说的呢？啊？那你怎么说的呢？我不方便，然后后来那谁就你说你不方便，你为什么不跟他说你结婚了？不是，我说我不方便，他说能不能加微信？我说对不起，我不方便，然后赶快走了就。你就直接说我结婚就好了，什么叫我不方便？对不起，下次我说我结婚。不是，佳妮，你说我不方便，这答案是不是很令人火大？为什么不直接说我结婚了？他，对呀。我有说过，但不是这次。刚刚你跟他结婚的时候，心里面想的有没有想过说不要再演戏？没有，因为那个是让我开心，然后让我有自信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你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接触，然后学到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看世界啊，或者干嘛干嘛的。他有立下规定说不准再拍爱情戏吗？没有，也没有。那如果跟男演员有真的很亲热的戏，他会阻止吗？我觉得正常的戏里面的那种肢体接触都是可以的。所以亲吻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亲吻可以吗，先生？他会就会提前跟我说一下，那个说这个戏里可能会有一些亲热动作。我说啊，行吗？行吗？行。那播出的时候看不看？不看。那在意亲吻的那个对象是谁吗？我会问说你会对手戏是谁？所以刚刚你现在还有期待的要跟某一个男演员演爱情戏吗？会啊？不是，你是吧？啊，你想跟谁演爱情戏啊？不是，我说他。买超，你想要抢答这一题啊？我觉得他会吧，你会吗？买超，你在想哪一个女明星？不是，我是说他。你现在喜欢哪一个女明星？你觉得她演得很好？你现在已经不看别人演的戏了？我看，但我喜欢看那种就是武侠的，或者是就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是生活剧，不叫家庭伦理，生活剧。叫生活剧是吧？是像都挺好那种吗？对，我会看那个。所以你现在也爱姚晨吧？我不是啊，我喜欢郭京飞。他要跟他演对手戏，绝对去赶紧。我觉得他不可以，因为曾经买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窦骁，然后就是窦骁就通过他有跟我说好几次，就是说他们可能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戏啊什么的，哎，你要不要看看剧本？你有没有时间什么？哎，我还挺感谢他的。然后但是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微信，就是通过他这样传。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买哥说，哎，我说买哥，我说你要不然把那个窦骁微信给我，我说我想谢谢人家一下哈，就说一句，就不理我了。他不给你？我当时说的是可以给你，但就没有了。他不让你跟窦骁联络？没有，怎么可能？你别让人误会。你为什么不让他私下跟他联络？没有，我给。那你现在给他？他故意的，我给他呀，我给。后来我给他拉群了，你们俩自己加去，因为他。但是那是很后来了，很后来。
拉群你在里面呢、那就你俩自己加你在那个群里哦。啊。他就等于站在旁边看他们两个人聊什么呀？他要的就是你发他的名片，单独的给他。不是，好像窦骁有那个设置没法加那个推名片，我让他给你拉群，好像是。不可能没有，一定可以发名片的，怎么可能？发名片不可以加的。他其实没什么，但他就是很，我不知道，就是有那正好那我老公就是那个事儿正好就是对。就是感觉像我不乐意，但其实没有。你回头让窦骁又误会了，有真的。所以，请问一下，你们3个人的那个群组后来有聊出什么东西吗？还在。后来拉完群之后，就再也没说过话了。那个。啊，所以第一批东西在柜子里，对吧？那星辰，你可以帮我打开柜门吗？好，让我们一起打开闲鱼柜吧。啥东西啊？全部是化妆品、保养品。对，这个是你自己带来的吗？这是我带的，对。所以你今天带来的没有是过期的吧？没有。所以这些是你现在已经用不上了，是吗？是这样的，护肤品呢，我有带一部分是我后面可能会要想用到的，还没有拆过封的，就是说我囤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之前收藏的，不打算用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收藏护肤品不用什么意思啊？就是它那个包装很好看，那你就把它用光了，剩下包装就行了。可是你不太会喜欢它那个质感，只是喜欢那个瓶子很好看。我听过啦，就是有人为了香水瓶也买香水啊。然后后来我买来以后我就收藏。那因为这次要来这个节目，我就真的很认真的思考和反思。我就想说，我就觉得好浪费啊，干嘛呢？然后我就把它带来，我就想说就可以给节目。这很棒啊。对，然后还有一些香水是我带来的，这些香水是真的在家里面积攒了很久，就以前买很多香水，然后后来你会发现这些香水你根本不会再喷它了，这个味道你根本不会再用了。对。我觉得这一批他很有诚意的带来，应该怀抱的心就是要让更多人可以使用，让他们派上用场。对，这个是闲鱼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没有发挥价值的东西发挥它的新的价值。所以 S， 刚刚你带来的这一批保养品跟化妆品，去还是留呢？去。与其囤积过期，更应该给别人带去美丽哦。好，我们就让他上闲鱼车是吗？好，麻烦你了，星辰。好，我有个问题要请问2位，就是这是啥？这不是我自己带来的。什么东西？你在偷放什么？这个盒子是我没有要捐的呀。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口红。不是，这是我带的。啊，所以你带的是你觉得应该把它丢掉的东西是吗？不是，我就带的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你怎么会开？你也有是不是？你就是那个精通化妆品的男生吗？我不是。你对化妆品是不是很了解？我没有。他是拉不出来的。它可以拉得出来，拉得出来。它是这样。哦，是抽屉式。对，它是抽屉式的。今天其实可是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啊，你还得一个一个打开看。对，我看一下，你还拿了我的什么东西？我感觉像是一口红，但是口红哪有这么大支的？你以为它的整支是口红？对啊，我开始就是以为整支，因为超市不是有卖那大棒棒糖那个，这样子涂脸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为什么带这个来？啊，这是我带的。这个是先生带来的。对，我觉得都长一个样子。对，这个也是你带来的。嗯，你背着你老婆带来的。我就感觉很好拿呀，就一支就拿走了。我觉得他刚刚脸上表情不高兴哎。这贵吗？这个？当然，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颜色哎。好看呀。那我看一下内容好吗？我都不就是口红，都是口红吗？对。你刚刚拍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多，我现在自己用手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这
这个颜色擦起来应该很特别吧？很好看，而且我最近特别喜欢这个。有完没完啊？我这一集就光拿口红算了吧。哎，我觉得这种小口红很值得拥有哦，是不是？是不是？而且它每个颜色都不一样，你看啊，虽然我跟你讲，少来这套是不是？是不是？它虽然颜色都很相似，但是我跟你讲，不一样，不一样。这深咖啡擦起来多有个性啊！你看看，你看，你也不抹，我不抹，但是我偶尔要抹的时候，真的就是对呀。什么特定场合会用到一款你平常不抹的口红？就是不同的搭配。那你穿身黑色，你一定要抹个口红，你抹大红色，你又觉得太抢眼了。那个时候可能就要配一个像类似于像这样的，对，你自己搭配，自己这样。对，我只是觉得这个角度太像包公在问案。对啊，这些颜色你看是不是很好看？这个是李佳琦推荐的，所以我也是买的。就是你知道吗？我真的就种草它，就是你看这些颜色真的。雨欣，你在干嘛？你喜欢哪个？不是，我觉得很好看，可以擦一下吗？当然可以，这都是新的。你喜欢我送你啊？如果因为你先生把这包带来了，把它给拿走了的话，这是我可能回去会脸很难看，一句话都不会跟他说。这些东西我拿过来就是给大家看一眼，不是说要。我不知道要干嘛的，是因为搜集这些东西费了心力是吗？对，因为这些都是用这个不好买啊。对啊，你知道，你就算是在网上买，你都要挑很久，然后还要查评论，还要看到底哪一支真的好用，它上色什么，哎呀，很麻烦的呀。所以照徐熙娣现在投入的情况来讲，因为你看你要自己混色，它本来一开始太橘，我擦一点深咖啡，你看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哎，我觉得你真的你不懂，我肯定不懂啊。我觉得这一包东西的去跟留不能由 S 来决定了，因为你显然太投入了，你没有办法主观判断，所以是要由你来决定吗？我来决定。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可以上闲鱼车去做公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不可以吗？这个就叫你先生再帮你一个个买回来就好了。这很难买，这是你还要选到喜欢的颜色。你不觉得他先生替我们搜罗这些也费了一番心力吗？他就是特别选他太太喜欢的，帮我们搜集了一包啊。他最近没机会跟他吵架，他需要一个机会跟他吵架啊。但买哥你自己说，你自己说啊。我跟你说，我也带了一些，就是不行，这个咱商量，跟人商量。你拿的已经就是还可以啊，我觉得挺多好东西的。就是你想要留是不是？你拿一盒吧，要不把那个小盒拿着给人。哦，小包跟大盒留一个。S 姐，你说留哪个？这个可以去，没必要对，因为这里面真的有很多颜色都非常另类。我也觉得这一包比较像精心挑选，这个只是为了包装漂亮而买。这个我反而觉得。可以，好不好？而且放在里面，其实也看不到什么颜色， 对不对？我倒并不在乎是要送掉哪一个，我只在乎说你要确认，我们如果把这放上闲鱼车之后，你先生回去会贵。唉，它还是会贵，因为这个真的很漂亮。那两包都放进去吧。虽然我都是贵死客气点。哪儿跪过？开玩笑，怎么可能跪过？真是。你怎么跟他讲说你给我跪下？我不用说，就是他就跪下了。你那是戏里，哎，你那是拍戏呢，这家庭伦理剧又出来了，赶紧的。真的还假的啦？长一个白眼就跪下了？不会。哎呦，那太好了，那送2份的话就跪20份。都一份。清月。好，所以徐熙娣，你手上拿这一个很华丽的整套的口红，所以就会有人得到整套哎，一定会有人很珍惜啊。对，去还是留呢？即使10分喜欢，也要理智消费哦。买超先生要跪20分钟。死吧！那
盒子真的很好看呀。我们把口红放上去，把盒还给你好吗？不行，但是盒就是必须要跟它放在一起才对啊，你里面空的最近了。好，做公益就做公益。对啊，我觉得新的主人会很珍惜，然后我们的更多经费可以投入公益。我现在坐在我女朋友的化妆台前，她化妆台上好多东西我都觉得我理解不了。你光卷发棒你就买3个，就这衣服啊，我妹妹穿都小，我这叫黄金按摩棒。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最理解不了，整脸仪，每天啊就把脸就放在这里。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的小鱼，我是贾玉峰。那么看了《花花万物》之后呢，断舍离的这个理念也深入我心。那么今天呢，让我的男朋友来丢弃他认为我应该断舍离的东西。那就比如说我们家里这么多的香水，这么多的吸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花花这个节目呢，让它物有所值，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买超的痛点是在球鞋吧？应该是，因为他球鞋蛮多的。他的球鞋多到什么程度？太夸张！你知道我们接下来可能如果要搬家的话，一个属于他的地方就是专门放他的鞋。球鞋跟保养品不一样，是真的有收藏的耶。有些会增值哎。对，保养品会过期。好，我竟无力反驳。对了，好，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老公打篮球的时候很帅？我每一次去看他打篮球的时候，然后去完以后，他打不到2分钟就下场，他不是脸刷白就是嘴发白。我说你怎么？他说哎，今天不行，今天就反正我每次去他都有各种状况，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很怀疑你真的打得好不好呀？百超真的好倒霉哦，他今天来想听点帅的事情，都被就真的，我每一次去他都是各种状况，后来我不敢去了。你说是不是？那就很不神气啊！为什么还要让他看到？后来他有时候去带着孩子宝宝一块儿去的时候，他在陪宝宝玩啊，我一帅气的上篮，然后我一回头一看，他在儿子，儿子，所以他帅的点你都错过分心了，就很巧妙的就过去了。那你在家里头看球赛的时候，他要参与吗？我会，我有时候就科比退役的时候吧，他在旁边睡觉，我在旁边哭，然后他会醒了，你在干嘛？那个时候我刚生完我们家大宝，然后我想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都没有哭，科比退役你在那给我痛哭流涕，你什么意思啊？哭了，都哭了。他生小孩的时候你没有哭？哭了，有，但是没有那么狠，你知道吗？科比退役的时候你是嚎啕哭吗？就是有内容，有差不多故事啊，有感情的在哭，真的是很有感情，会吸溜，会这样那种哭，有一点点。那个是属于他就是从小的一种记忆吧，对。后来能理解这件事情了，结婚嘛，就互相渐渐适应跟理解。对对。好，看看我们接下来拍到了什么。买哥的鞋子呢？你看买哥的鞋有多大？比我的腿都大。他这鞋是新的吧？夸张啊！是不是比我的头都大？好大！你看这个鞋，好了，我来给大家看啊。你看这鞋，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说这个白鞋跟这个白鞋就是孔大一点，我就是不太明白。一个粉的，一个绿的啊，还有个灰的。你看。这鞋要怎么穿啊？你看这穿得出去吗？穿不出去。这么粉的鞋，哇塞，怎么穿啊？背心蓝的，很值得拿出来耶。我想要穿这种衣服的时候，就上他这拿。然后你看这下面一穿，这样还碎到呢。你说像不像女生穿呢？这件衣服给我算了。我觉得我更适合。这些都是买哥买的电子产品的充电器，给大家看一下。你说平常我要出门找个充电器，你哪找得着哪个是哪个呀？然后充电宝，哎，你看我这家充电宝，哎呀，我的妈呀！这全是分这3台分大的小的，城市充电宝，你看充电宝。这么多买那么多个，还有很多新的都没有打开。这是买哥给我们家儿子买的玩具，雷神之锤。哇！
他拿那个捶我儿子。这其实我给我自己买的。我儿子刚开始拿都拿不动，你知道吗？每次他都妈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除了这雷神之锤，看看这2大柜子的手办，哇，看来买超喜欢东西都充满孩子气呢。棒的。还有这个，这是他给我儿子买的玩具，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是怎么玩的啊。吓得我儿子晚上做噩梦，你知道吗？虽然充电宝很多，可是不会过期啊。可是充电宝不就是2个、3个就够了？你好像超过10个哎。以前买的，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忘拿了，就那会儿还没有那个扫充电宝那个东西。或者有的时候是我需要，因为充电宝很大嘛，有的时候你包包很小，你放不进去，然后有的时候就觉得还剩一点地儿，就不拿了。然后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没电了，然后你会说啊，我怎么办？我手机没电了。他说那就买一个吧，买一个。所以有些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过多的充电宝。买超，你今天带的东西里面会有充电宝吗？有啊，还是可用的，都可用。好，星辰麻烦你了，我们要开柜子。让我们一起打开闲鱼柜吧。我感觉我这个比他那高级多了呀。雷神的锤来了耶！这太好了，这好什么啊？因为它是一个认真的锤啊。你说重量也是重的吗？不是，它不是一个假装说你可以在里面放什么文具啊什么那样，它就是一个认真的锤。锤起来是没用啊，它如果里面可以放东西的话，我还觉得有一点用。有声音啊。对，而且我儿子现在会拿着这个到处锤。然后锤东西会有声音是吗？是没电了吗？对，这样的。雷声。对，就是漫威那个雷神的。这个是你要的还是你儿子要的？我买的，我要的。是你自己要玩？对。请问你玩给我看。就摆那儿就好了。你玩给我看，你玩嘛？怎么玩？他要演别人都拿不起来，然后对，跟你讲，我要陪他，就是我拔不起来，然后他拔了起来，这样他就有得玩。算了，不玩。玩一下。对，放在桌上呢。Captain America 来的时候呢，就说啊，这当然没问题。都不行。然后这时候呢，买超就来了。来了，你要去演大力士，这个时候你就去了。哇！好棒啊！天哪，真的是好好玩哦！对，所以你好玩吗？你觉得？而且很大，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就是你们家2位公子喜欢吗？大儿子还可以拿一拿，现在就拿着。他说：“妈妈，你看锤子。”然后就这样嘣锤一下这，锤一下那，我就很怕他把我的化妆品给砸碎，你知道吗？万一锤他弟弟怎么办？他现在就会拿着东西这样追他呀，干嘛？我就很担心。那他必须得消失，因为真的很危险。你觉得儿子喜欢这个吗？他喜不喜欢？我挺喜欢的。我觉得会有人喜欢啊，拿去闲鱼车肯定有人喜欢。因为万一他大儿子打他小儿子，我觉得很棒啊。哎，麻烦你戴上好吗？好啊，我特别。开关开了吗？开关开了没？等会。开了，他好像张嘴他会叫。它有2个档。哦，好厉害哦。OK。这个档比较。请问这个是什么场合买的啊？我在玩具店啊，在那个香港的一个玩具店。怎么张嘴啊？张嘴，你张嘴。张嘴啊！哎呦，是这样的。然后手要这样。啊！我觉得买超好像很想要自己玩一下啊。我不想。所以你买回来是想要跟儿子玩，是不是？对啊。然后儿子看到怎么样？他就吓着了。就晚上睡觉就哭。
他一看就妈妈不要，但他现在他自己带着玩。现在会了哦。所以，请问球鞋都是你自己带来的吗？啊，球鞋都是吧？那个闪光的那一双是怎么样啊？那会儿不是很流行吗？就穿啊。哇，所以你穿了？我穿过。哇，你穿着出门的时候不会在意吗？不会啊。OK， 好。然后佳妮有拿东西来，我拿的是他那些玩具。我觉得好棒哦。真的吗？对，我都看不懂，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算了。就是好多好多，我觉得一样的，然后就大大小小的摆在我们家里，我帮你。你看，穿裙子的，就是这些女孩儿，这是女娃娃哎，娃娃。你不懂，熟吧？这叫熟。对，可是她是动漫里的角色，她不只是女娃娃而已啊。可是她喜欢海贼王，我还可以理解。海贼王里面很多这就是海贼王里的呀。对啊，这些都是海贼王里的人物啊。好多都从我日本自己背回来的啊，真的买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些今天被拿来可能逃不过哎。别了吧。鞋你挑两样，这个公仔。公仔来了几个？哎，我拿挺多的，8个。那我们留一半吧。我觉得公仔你说一半都不要留吗？那你把海贼王留给我吧。只要不是海贼王就可以是吗？那你挑一个让你留嘛。对，挑一个，就把海贼王留给我吧，就都留给我。那个星辰，2个不是海贼王的要上车哦。好，切。好，所以我们保留。那雷神之锤可以去吗？好，徐熙娣，雷神之锤要走还是留？他现在就会拿着东西在那追他呀，干嘛？我就很担心。你觉得儿子喜欢这个吗？他喜不喜欢？我挺喜欢的。去。喜爱不等于合适，相信它会在其他的地方发光哦。恐龙面具也得走喽。恐龙面具，那个给儿子留住吧，留给儿子吧。那你动用你的保留权吧。那我动用一个我的保留权，把那个给我儿子啊。好，那恐龙面具也留着。充满爱意的家人的礼物，一定要好好珍藏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玉。看了花花万物之后呢，我决定要帮我老公做一个断舍离。首先是这些游戏盘，再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些手办。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是，我们家有一台划船机，重点是这个划船机他只玩过1次。我觉得我们家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我老公本人。最想断舍离的是我老公本人，有人可以把他带走吗？我是来自甘肃的乐乐，我的老公有3样东西是坚决不允许我扔掉的。这台电脑呢是他大学的时候用的，开机需要10分钟，关机需要20分钟。这是他的第2台电脑，很可惜的是家里短路，然后他给烧掉了。这是他的第3台电脑，我觉得他纯属是为了告诉我才买的第3台电脑。我觉得这3样东西就是我老公最该断舍离的东西。我希望把它们能够修好之后捐给有需要的人。有了小孩之后，真的会觉得婚姻生活有很大的差别吗？开始了，只有我。今天我们来这个节目之前，然后我就说，哎，奶哥，你觉得 S 姐会问我们什么？然后我们俩就想了很多很多。你们想了什么题目？就是这一题。这一题，那你应该准备好答案了。没有呀，就是有想到说可能会问这样那样的，类似于这样的话题，但我觉得 OK 的，可以聊的。可以聊吗？当然。对，受到影响。就是变得很少有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意思是说，以前会2个人约出去吃顿饭啊，看个电影，夜宵啊，看电影啊，或者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啊什么的，现在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时间。那你有提出过建议说，我们要不要暂时放下爸爸妈妈的身份，我们2个人自己出去？是我不愿意耶。哦，你现在是不是爱小孩超过你老公了？就是因为孩子还太小了呀，他们更问你，如果你儿子跟你老公同时跌倒，你会扶谁起来？没我什么事儿，他会让我。孩子
很小啊，那你肯定扶孩子啊。他会说赶紧起来扶孩子，当然是扶儿子，你这问题也太不合理了。所以当时结婚后就有小孩，就进入了爸爸妈妈的生活，多于夫妻两人的生活。那老公会帮忙照顾孩子吗？会，他这方面还是非常好。我很厉害的。可是你现在需要陪孩子睡吗？我会啊，最近我一回来我就说，哎呀，你跟妈妈睡吧，你跟妈妈睡吧。然后他就说，哎呀，他在这睡不好。对，他会阻止你跟孩子睡，他会阻止。然后半夜他就会起来踹他爸，爸爸我要喝奶，喝奶，就这样。对，不是，流程是这样的，孩子要喝奶他就，好嘞。所以你可以任意的指使你老公，是不是？你刚刚那个是他指使你，不是鼻炎，不好意思。他指使你哪一件事让你真的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他指使我，没有，这都很正常。他其实还好。所以你不觉得半夜泡奶，他为什么不去泡，要你泡？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这方面我来合适。你很会泡是不是？我会泡啊。孩子奶一般我就是前期也会，因为那会儿他在喂母乳的时候都是他在忙，后面谁要听这件事情啊？不要讲这个事情，人家就说泡奶。就我就觉得你那会儿你很辛苦了，之后我泡奶。他等一下，刚刚是太太在我们面前指使他先生不要再说这件事吗？对，他可能不想要让别人有画面。对，两回事情。就是我们俩的分工是这样的，就是小孩晚上睡觉不是会踢被子吗？踢来踢去的，你就要一会儿醒一下，他还会翻跟斗啊，到处翻，你又怕他掉到床底下去，我就会一直醒，给他盖啊，又给他掖啊。然后冲奶我就实在真的是起不来了，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快帮忙泡一下奶，就这样。对。好，你感觉花在孩子身上的心力超过了对你先生的心力的时候，你有一丝内疚吗？有的时候会吧，就有的时候看他自己一个人挺可怜的。就比如说我这次去拍戏，然后我就带着我们家2个小孩，然后都去那个南京，然后我们家阿姨啊什么就等于我们全家都走了，就剩他一个人在北京。然后他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走他就一直不停生病啊，干嘛的，然后就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确定他是真的生病吗？真的生病。他应该是出去玩疯了，然后宿醉吧？不，你是不是在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瞬间就立刻欢呼跳起来，然后放假了，whisky 打开就，然后就狂发微信跟大家讲说我现在有空了，快来打游戏，快！有没有？有问大家会干嘛？不是我在家干嘛呀？对不对？我在家就自己一人大眼看电视吗？对啊，要不然也很奇怪啊。所以他不在那段时间，你到底出去玩了？哦不，我会跟朋友聚一聚。买超当初选了女演员，是因为女演员会常常离家吗？就不是，我是跟女演员没关系，当时就是见了她之后才真正的喜欢。那怎么会没有要求说结婚后不要再演戏了？没要求，因为这是她的自由。不是啊，她去演戏是你的自由啊。这个你想自由怎么都可以自由，对吧？不想自由怎么都。这句话好，好豪迈哦。想自由怎么样都能够自由。所以就算你老婆不拍戏，你想今天出去跟哥们喝到6点，我可以申请不，我可以申请啊。喝到6点，那第2天就贵了。喝到6点要贵，那我在家他肯定要贵，因为我也很爱喝酒，你知道吗？我也很喜欢喝酒。我也是，但是对呀，我知道，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喝酒你可以喝，但是你要有一个度，对，不要超过那个。你们2个人喝醉之后，谁比较可怕？我看到，因为现场只有2个来宾，所以你指那个方向就是他。所以他会怎么样？他这情绪会很不稳定啊，有时候可能很嗨啊，有时候可能很低落。我就
赶紧给他收拾收拾，然后把垃圾桶放好，然后让他吐，对，吐，帮他是那个擦脚、手、脸。哇，有一个人喝醉了在大闹，你帮他擦脚，有用吗？我就会把那个提前准备好，万一他吐了啊，然后水，对，垃圾桶是纸，然后热毛巾是一定要，是不是？热毛巾擦一下脸嘛。他有时候很开心，就是很开心，但开心也很闹啊。就我比如说我已经要睡了，哎，起来玩，哎，玩什么？就起来嗨，就别睡，就这种，大概这种。他拉你起来玩的时候，你要怎么拒绝他呢？没法拒绝，我不会拒绝，就起来嗨的。继续玩啊？玩什么呀？我哪知道你们玩什么？你问我干嘛？我哪知道你们夫妻俩都在玩什么？应该就继续喝吧。哎呀，我的妈呀！对，他有时候他回来还说咱俩再喝点儿，我说不能喝了，真不能喝。他刚刚说的全部都是你闹他的事啊，我就很可爱那种闹，就是撒娇啊什么这种啊。所以刚才我们问说夫妻两个喝醉了谁比较可怕的时候，你已经有准备好承担这个后果，就是他说是你比较可怕。你同意接受这个？我好吧，我接受。好，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嘉妮，你们结婚的时候，你有跟你先生说好说不要跟公婆住一起吗？没有说好。你有想过，万一他要求你要跟公婆住的话，你要怎么办？那我要好好想想这样，因为我9岁就自己去北京上学了。其实我跟我爸我妈都很少，就是不能说很少，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开始工作，上电影学院才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但如果他真的跟我说考虑说要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住，我可能真的要很认真的想一想。所以买超是知道这件事吗？我们俩，我也不会说跟我父母一起住，我们家里就没有这个习惯。他们也不会跟我们俩一起住的，就是很独立性的。那你太太跟你妈妈感情好吗？好啊，很好啊。听说是婚礼之前要维持叫阿姨，婚礼之后才要叫婆婆吗？就是大家也都没有去想说这个事儿。也都没有，因为不是有一个那个环节叫改口茶吗？北方说好像有这个叫什么？一直也没有喝这个茶，就一直大家也都没有改这个口。所以现在还是叫阿姨吗？对，不是应该要叫妈妈吗？一样，就感觉好像是不是少一个什么？哦，对，因为你们也没办婚礼嘛，对，所以也不办。就一直没有错开时间去办，就本来前几年是要办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对，所以今天我们从家里拿来的东西好像都还在忍受范围之内。因为买超有讲一件事情，他说什么都可以上闲鱼车，只要张嘉妮不要把他丢上闲鱼车就好了。他要讲这句话吗？就很爱讲甜言蜜语的人。所以你是一个很爱巴结老婆的人。对吧？我会吗？会，所以当然你听到这话肯定高兴啊，开心啊，超开心。所以他每天起床会说“宝贝，我爱你”什么“你好漂亮”这类的吗？不会，这种不会。他就会时不时的，你比如说随便说，就比如说刚才说那个闲鱼车的事情，他就会突然丢一句说：“哎，只要你不上那个闲鱼车就行。”是这种的。所以你刚才说他是叫你宝宝还是宝贝？他不会叫我宝贝，他就会都叫老婆。以前会叫宝宝。后来发现他刚说什么前任叫宝贝啊？不是以前我结婚之前会叫。你是不是每一个女友都叫宝贝？徐熙娣，你这问题太阴险了啦！不是，交往中的人当然都叫宝贝啊，不然呢？他说不是啊。我想喝点酒。我也想喝一杯。我们搞到来宾需要把自己灌醉了。好，所以你刚刚那问题我觉得不公平。大家都叫宝贝，就饶了人家吧。好。夫妻结婚是不会问前任吧？会吧。所以你有他有跟你坦诚说他
在认识你之前交过几个男朋友吗？哦，那没有。你敢听吗？但我刚才我好像之前有跟他说过，没有说过几个。所以你觉得是一个是不是？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这么大岁数了才一个？没有几岁，不要这样讲。完蛋了，要不这季我跪着录。完了，你戳他干嘛？完了你。徐弟，你看买超这个气势哈，是不是在历任女友当中他最怕这位啊？感觉。我不觉得他以前跟别人会这么唯唯诺诺的耶。你在家也这样听他的话吗？听啊，听啊。还是说你在家其实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会怕他？我其实挺怕他不高兴的，因为他这种个性，他不高兴了就真的是很不高兴了。是会冷战的那种吗？他不会冷战，他就不高兴就会，他也很明显就在脸上，但是他不会特别的怎么讲啊，或者是干嘛的，是摆臭脸。我很少不高兴，但他也很少。那你要立刻道歉吗？我会立刻道歉，就是我的那种觉得他的不开心是，当我意识到我觉得他在意了，他不开心，我就会立刻马上跟他道歉，就是认怂，就是说，啊，我错了，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买超还是很有威严的。当然，我很在意他不开心这件事情。所以他在我们这边在演吗？哪有啊？他没有，我很少不开心啊。他没有演，1年1次吗？1年有1次吗？没有吧？1年1次最多了。那张嘉倪是你历任当中你最害怕的一位吗？最害怕不是最害怕，就是比较尊重。统一说法都是尊重。OK， 所以你有很羡慕他们的甜蜜生活吧？我刚才看到他们有很多那种细微的小动作，就很可爱，很怀念哈。互捅啊，捏一下啊，什么很怀念。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啊，只是捅的比较大力。好啦，就是有2个小孩还这么甜蜜，真的很难得啊。然后，而且还维持工作，很了不起。好，接下来就进行咸鱼擦亮时刻了。我们就邀请张嘉倪跟买超他们2位跟物品告别，让他们可以发挥新的价值，来吧。来写个道别的话吧。买超一个人在旁边默默的写，他是不是会再写一些甜言蜜语啊？应该不会吧？他就是掌握每一个巴结他老婆的机会啊。忘字儿了怎么办？什么？他们2个写个卡片也要装甜蜜。对啊，我想起来了，对。然后呢？你继续。好，买超跟张嘉倪写了希望你好好珍惜他们，那当中都有很多故事，而且我们今天感受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面的甜蜜，分享他们的这个生活甜蜜可以带来幸福哦。好，本期节目中所有意见物品都可在闲鱼 APP 找到，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上闲鱼 APP 或手机淘宝搜索花花万物，参与明星同款物品义卖，将有机会成为物品新主人，还能够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哦。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谢谢，下次见，拜拜，谢谢，拜拜。看节目对自己的家有没有一个新的认识呢？买了又不用的东西，就当初就最好就不要买。有很多东西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断舍离，然后把你真的觉得需要的东西留下，然后觉得可以舍的东西可以送给别人，或者你可以拿到闲鱼去把它卖掉。本节目由2亿聪明人都在用的超厉害 APP 闲鱼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果品之光敷尔佳赞助播出。欢迎我们的来宾出场。欢迎，大家好，我们是 Black Ace。团长是哪位？
前几期奶茶站在你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有在觉得这位置应该是你的吗？我没有，我哪敢？那后来你怎么把它弄掉了？就是他表现的好像不怎么样。李星辰，你最好不要给我下这个节目。这就是我的小窝，陪伴我最久的一件物品。这个钱包陪了我六年，谁送你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玲玲，你以前是什么团？他们是一个队的。那你现在加入这个团，你甘心吗？完了，这期节目是我们最后一个节目了。这个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陈建赛。这世界很酷。